大家好，我是杨柳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童，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吃一吃东方的、西方的好吃的、难吃的东西。不只是吃这个动词，我们应该要用嗑，嗑什么呢 ？CP 吗？不对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嗑葵花籽。真正的葵花能长多长哈？对，大家就是稍微估计一下我这个运手这个次数。2.3米呢，姚明。我现在把这个葵花已经就是掌握在手里了。就咱们先把它这个花儿拔掉。我看到了一个虫子，好恶心啊！我看到了2只，好多虫子啊！你好吧？觉得很危险，这是有机的代价。就是每一个瓜子上面都有一个小花儿，然后呢，这个瓜子儿其实咱们吃的就是向日葵花的卵巢，瓜子儿就露出来了。这些都是瓜子的屁股，对，是的，对，很没有礼貌，就没有更加简易的方法。我以为它是这样抖，我喝你这，我好像找到窍门了。对，它就是要朝着它这一个方向，对吧？对，女工工作的现场，工厂女工的手痛，真的。哎，有一种菊花茶的味道。有。我是采取这个前后搓的方法。哦，就是在不经意间。但你看，毫无丝毫不为所动，是不是？我来试一试，来，同样的手法。为了就是让今天我们的拍摄周期不太漫长，直接开课，就对，拿出了一些备用的产品。好，来剥吧。你就不能嗑了，对吗？就得剥开。但是剥我这个不会，你不会？我突然意识到我不会。哦，可以，他要用蛮力啊。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，差不多大概在这个边边，然后抠它，对，反了，就是你这个丸是在这个位置，忍不住啧了一下，这样。我先吃一个，烦死了！突然犯规。哎，香哎。播到一定阶段哈。这连25都没有，不许偷吃了啊！哎呦，90%。好，我们听点什么劳动最光荣？有点累。2个小时吧，2个小时的努力。我们得知了一件事情，一包恰恰瓜子的含量是多少？250毫升，质量控制非常的稳定，正好250。看，这都是尸体啊！这个是我们那个向日葵，然后以及我们烤糊了的瓜子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终于要开始做今天的一个正事儿。葵花籽 butter， 对，来吧，好，我们去打它。大珠小珠落玉盘。开始凝块了。对，好香啊！现在大概打完了2分钟左右。已经看到开始成泥了，变成稀泥，油出了。把牛奶打热了，然后现在加入1勺我们刚刚弄好的打好的这个 some butter 葵花籽酱，有点恶心，怪恶心的，不注意。拿这个打奶沫的这个东西给打上。好，沫打好了。来尝尝看。好香啊！可以，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榛子味的咖啡吧？对，可能比较像，就精致。你心目中的瓜子儿一般都这么高级吗？我一般就是可能是不是在这种场合哈，一般就是我们家庭
聚会，这个把脚翘起来，上一个炕，对不对？咱们这个喝着瓜子儿呀，不能光这个。不说话呀，是不是？所以咱们来说一说这个瓜子儿，好吧？好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准备了2道吧，2、3道题，3道题，2、3道题，无所谓，聊到哪儿算哪儿。对，看看瓜子仁里头都有什么新鲜事儿。谁先来？你先来吧。我先来啊，一人抛一道。可以。我们最早吃瓜子呢，那个时候吃的是西瓜子。那我就想问杨柳了，葵花籽是在大概什么时候呢才开始流行的在中国？给你2个选项吧，一个是晚清不对，是中清，一个是民国。民国吧。对，回答正确。因为一听这个中清，感觉就不是一个词儿，是我刚刚临时想的。向日葵它叫做西番莲，西番，你看想想就觉得有多洋气了。对，那它是谁带过来的呢？不知道。这个老外他们也嗑瓜子，对，好吧？OK，你猜吧，老外怎么嗑瓜子？我觉得他应该不用嘴嗑，因为你就是会感觉不好看，不雅，不够雅观。他们是这样啊。之前就是这边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瓜子品牌叫 David，大卫的瓜子儿。大卫的瓜子儿它有一个 slogan，叫做eat spit happy， 就是吃吐高兴，吃了吐。他们吃瓜子儿啊，是跟吃葡萄似的，嚼味儿啊，然后把皮儿吐出来。那他吃的是个味儿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呀，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舌头是不是足够好使。最早啊是棒球界，棒球运动员开始有这个嚼 tobacco 嚼烟草的一个习惯，然后觉得不健康嘛，对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换了一个东西嚼，发觉这个瓜子也很好嚼。然后就开始嚼瓜子那跟嚼槟榔啊，很像，就是类似的这么一个概念，对，跟现在嚼口香糖是的。瓜子对于土壤的健康有好处，它可以去掉土壤中的毒素。OK，你觉得是真的吗？我觉得是真的，听起来很像是真的。对，是真的。那你猜猜，他们曾经在哪里就是种过很多向日葵，然后就是为了保护土壤？我猜是巴西。是吗？为什么那儿的土壤很不健康？因为我有阅读到这样的那个一个材料，就是巴西拿葵花就是做 fertilizer。他们其实是切尔诺贝利。他们在切尔诺贝利合力，就是不光是能让土变得更好，它还能够清除土壤里的毒素，就它可以就是化解一些这个放射性物质。现在问你个问题，最早的向日葵的种植地是在俄罗斯，因为现在最著名的一种向日葵的品种，就是我们刚才那2米多高的那个，它就叫 Russian Mammoth，巨型俄罗斯向日葵。所以你觉得最早是不是俄罗斯人搞出来的这个向日葵？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是，它最早是美洲的一个产物。对。但它如果是拿去培育，我猜是真的。你说的是对的吗？好假呀！是为了加强戏剧效果吗？就不是。对，太惨了。在阿兹特克那个时代，他们就很信仰向日葵，他们觉得那个是太阳神，并且呢，相信说人死了之后，他们的灵魂会进向日葵里头。因为死了的人之后就是脑子不太清楚，他以为那个是太阳，他就去了向日葵里边，所以向日葵里面也很合理，都是死去人的灵魂。而且我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是刚才我们不是在播它的时候，每个这上面都是个小花嘛，对，就感觉还就是大家一起在里面，是墓碑是吗？里面对，然后而且在里面互相做邻居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一个向日葵上里头最多可能能有2000个瓜子。我信，我觉得真的信。从我刚才那个长水泡的状态来看，应该是有的。然后后来被西班牙人就是带走了，但他们就觉得那个好看，就开始是当做一个观赏作物。然后没想到这个彼得大帝啊，在18世纪的时候参观欧洲玩了一趟，觉得这个油应该很值钱吧，然后就带回俄罗斯。对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剩我最后有一个问题了。那这个问题呢，其实和今天这个整个主题有关。我们刚才包这个葵花籽的时候，就觉得哇，一直不得其法。最终呢，学到了葵花宝典学到真经。那我们最后这个问题呢，就和这个葵花宝典有关。所以葵花宝典的葵花
是因为葵花派门口因为葵花派门口种着很多的向日葵嘛，或者是这么说吧，就是葵花宝典的源头是因为就是发明它的人。是不是小李飞刀的一个道理，就是可以拿葵花籽作为一个武器？我真是不敢相信，我小学时候是看过《笑傲江湖》的，完全忘了。其实因为这个没怎么提过，只是他只在最早版本的《笑傲江湖》里面提过，然后不指望有人可以回答出来这个。但是呢，我就是很想说，你觉得是吗？是不是吗？没关系，可以不用回答正确。不是。哦，正确。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是为什么呀？因为葵花宝典最早的练功的人是一男一女，一个人名字里面有葵，一个人名字里面有花。对，这怎么说呢？就叫做文化输出了。一会儿大家如果看这个字幕看不太懂的话，建议大家去看这个非常有名的金庸的这个武侠小说。希望有一天这个 Netflix 把它翻拍出来，好吗？那就这样吧，就是 Netflix 尽快行动，然后朋友你们那个顺便那个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好吧？行。好嘞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，然后下一次。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再告诉我们。对，好的，拜拜。最后一口，拜拜。最后一口，拜拜。都是渣子。